唯有此时，唯有此刻，他不知怎么向眼前的人伸手，不知如何给予答复。蓝忘机又说：“魏婴。”魏无羡咬了咬牙，手指在袖中攥成拳，后又松开。然后他搭上蓝忘机的手，听到无数不知如何出口的话语，还有无数未曾言说的过往，纷至沓来，化作一整个世界的呼啸。蓝忘机看着他，他的喉结轻轻滑动了一下，他像做出一个承诺那样，轻轻地说：“好。”直到第3个月的时候，魏无羡并未觉得有什么异样。温情得空的时候给他诊一次脉，每早给他灌一碗药，温苑跳着小短腿，监督他喝完，一口也不能吐。乱葬岗下到夷陵城中都买不上什么好药材，岐黄神医难为无米之炊，那药又苦又燥，难喝的割嗓子。魏无羡倒也不问自己喝的是什么，喝完抓2下喉咙，再挠2下桌子，这日的关卡便算过了。除此之外，魏无羡该跑则跑，该跳则跳，该吃该喝一样不忘。有时在伏魔洞的石床上一躺，抱着古籍亦或法器研究起来。在出洞时，不是夜色近半，星辰遍野，便是第2日的日头早已高升。渐渐冬去春来，伏魔洞夜中最后一根蜡烛燃烧直熄，魏无羡打了个哈欠，听到外面有不知哪里来的雀鸟细密啾啾。他向洞外走，远远看见小半刻钟前种在萝卜地里的温苑正在从他的萝卜坑里向外爬。魏无羡逗弄小儿，那土一概拍得极松，小孩子扭动几下，居然已经爬出来大半。哎，他叫道：“你别出来啊，出来就长不高了。”他提了步子向那方向去，不想一步迈出，突然觉得下腹被人踹了一脚，凶狠地生死搏杀般踹了一脚。第一步时那疼痛还能忍受，第2步时却像一颗火种落入油中，铺天盖地的剧痛席卷而来，骤然吞噬了所有勇气和承受的力气。魏无羡双膝一软，栽在地上，正与刚刚爬出来的温苑面面相觑。羡哥哥。温苑睁着稚瞳的大眼睛，懵懵懂懂地看他。找温情。魏无羡一边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一边掐住温苑的肩膀，看那孩子的脸孔在他的手劲中扭曲起来，却不敢放松半分。现在，快去！然后他毫无意外的眼前一黑，鼻尖嗅到春日土壤潮湿的腥气。再醒来时光色已暗了，温情坐在他边，像是穿了件雾浓的衣服，袖子半挽，抱臂看他。魏无羡把被亲向头上一拉，隔绝了他的视线。许久，他在布料下面闷闷地问：“还在吗？”温情冷哼了一声，说：“你自己说。”这般反应说明该是无事。魏无羡不说话，一手搭在下腹，躺在被子下面装死。又听温情说：“你若不想要，哪怕有一丝的不想要，现在还来得及。”于是魏无羡把被子往下一拉，转头看他：“我为何不想要？”令人意外地，温情长久沉默了一阵，方才开口。他说：“要比不要麻烦得多。”魏无羡带着个平淡的微笑问：“说来听听。”温情说：“寻常男子坤修本就不比女子，腰胯太窄，至多到7、8个月便要出世，因此在你身时，要无时不刻的摄取给养，才能健全育成。你又分明是个假坤修。”魏无羡指一指自己的下腹，他都在这里了，我怎么是个假坤修？温情挥手打断他：“你身体一壮，不过是善用逆行阴阳的法术所致，说到底是有颗金丹助你分化，待到故园根本之时，金丹却又不在。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给你，别翻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了。”魏无羡轻声说。温情也淡淡的说：“此事不翻，等你生下来，他要有一截肠子还挂在外面，我看你怎么办。”魏无羡眨一眨眼睛：“我当然看你怎么办就怎么办。”温情咬牙：“我又不是修这一科的，我怎么知道？”魏无羡说：“反正不种萝卜这么闲，再修一科也好。”温情难得这次没与他对枪，就那样抱臂冷眼看他许久，问：“你就算都想好了？”魏无羡说：“我早就想好了。”顿一顿，他对上温情审视般的目光，又说：“其实也不可能都想好，但姑且这样说吧，在你把我金丹剖出去的时候，我就都想好了。”温情看着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又叹了一口。他轻身从榻边取了几张洗干净的亚麻布，向魏无羡身上一丢：“沐浴去吧，他们给你烧了热水。”停顿一下，鼻尖一皱，他又说：“
你闻闻你身上，你在伏魔洞里腌咸菜了吗？魏无羡明知不觉，嬉皮笑脸地说：不闻。浴桶是伐木新做的，还带着股生涩的木头气味。天气渐暖，水凉得也慢，蒸汽氤氲狭窄的室内格外宜人。魏无羡深深吸了一口气，脱掉冷汗浸透的外衣，脱裤子时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再一低头，突然发现腿间全是干涸的血迹，一直蜿蜒到膝窝与小腿。他哆嗦了一下，用手扶住浴桶边缘，许久，慢慢地迈了进去。水很烫，几乎烫得他有些受不住。他腿分在水下，血迹不容，暗羞涩刺进他的眼睛里，让他静静地抱住了膝盖，闭目不看。很久后，他方才低头，对小腹上那片上次平坦的地方说：你这是委屈了？回答自然没有。他又自顾自地说：可你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不知道啊。说完，他默默地等了一会儿，然后指尖取了皂荚，慢慢地洗皮肤上的血迹。他的动作很慢，干涸的血迹也很难洗，不知怎么便洗累了，头枕在浴桶边缘，望着屋梁出神。外面夕阳渐落，金红的夕光铺在粗糙的窗棂上，隐隐有人声笑语传来。那些做母亲、做妻子的温家女子们相约去简陋的厨房做饭，不一时便有辛辣鲜香的气息传来。乱葬岗上就算什么都缺，辣椒总是不缺的。魏无羡仰头闻了一阵，正想说自己躺了一天也该饿了，突然觉得胃里没来由的一跳。哗啦一声水响，魏无羡趴在浴桶边缘，捂嘴忍了一阵，没忍住，向外吐了个天昏地暗。好啊，他想，你这闷了半天，突然反应也太剧烈了一些，还真像你另一个父亲。温情一口气关了他5天，直到魏无羡抱怨起自己躺得不会走路，方才被放下山代温院逛一逛，一并被千叮万嘱带些萝卜种子回来。没想到魏无羡为了几颗发芽土豆杀价杀得天昏地暗，一回头才发现自己把温院给丢了。再一回头，蓝忘机站在人群里，白衣若雪明，面色如月角，碧尘在手，古琴在背，腿上还挂了个哇哇大哭的小孩，千夫所指不是好爹。场景巧合得过于诡异，魏无羡用尽他这辈子的勇气和良心，才没撇下阿院拔腿就跑。眼见温院快要哭昏了，他才像是刚刚发现两人一般挤出来，带着个打招呼的笑容说：咦，蓝湛。他们上一次见面以魏无羡落荒而逃告终，魏无羡没想过他们会在这里，在此时遇见，一时脑内不可抑制地窜出许多种猜测，比如蓝忘机会不会转身就走，会不会不理他，会不会要与他动手。但蓝忘机只向他点了点头，还是像以往那样，一张冷脸，好像他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若不是魏无羡被压着躺了5天，腿脚上次疲软酸痛，他几乎也觉得他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